每次节假日大家都骂调休，这不报应来了，9月调完等于没休，2个假期生生用5个周末来补，没假9月要上21天班，放假9月还是要上21天班，名义上是放假，实际上是假放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假期的景区再堵也没有调休的心情堵。好了，宝子们，我是星河。作为一个严谨的科普区 UP， 咱不能无凭无据无脑吐槽，所以今天我就通过心理学和脑科学角度聊聊，如何在史上最复杂的调休下丝滑度过支离破碎的9月。上班那么久，我从没发现有哪个人思想觉悟高到是喜欢上班才上班的。不管是职场新人还是中高层领导，多多少少都有些职业倦怠的表现。你别看你领导好像以事业为重，他不想干的冲动一点不比你低。而调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加重职业倦怠。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了一个情绪劳动的概念，就是上班时你要隐藏真实的想法，表现出对工作有利的情绪状态。你不开心的时候得装开心，你开心的时候可能也得憋回去。现在倒好，该休息的时候不能休息，而且你还得面对老太太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工作，还得面对各种挑刺儿又不能当面骂他傻叉的甲方，职业倦怠直接拉满。另外，心理学上有个自我决定理论，就是人们都喜欢他们能掌控的事儿，如果这件事儿你不想做又不得不做，就会破坏你的动机。而调休刚好意味着你连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都决定不了，可不就是丧失掌控感吗？所以同样会让你产生巨大的职业倦怠。调休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放大效率黑洞。调休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牛马把放假期间落下的生产补回来，但他们忽略了生产力不能只靠时间，还得靠效率。但这种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儿的机制是进化的结果，当大脑形成了思维定式之后，就很难改变了。比如周末就是用来休息的，你让他加班他就理解不了，他会觉得你是在自虐，于是就会抵触，不停地干扰你。这个时候你不仅要工作，还要在有限的脑力资源中分出一部分来说服自己，这就是内耗。另外，大脑做事儿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是预期奖励。当你想到假期可以去哪儿玩的时候，多巴胺就开始释放，提前给你带来愉悦感。但是如果这个预期奖励实现不了，多巴胺系统就会移植，这可不是正常状态，而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失落和痛苦。调休的第三个负面影响是报复性补偿效应。因为调休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心理，那就是假期是自己用调休换来的，自己争取来的显得更珍贵。如果不去旅游消费，心里总觉得亏了。所以我甚至怀疑这才是调休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报复性旅游，报复性消费。这样一来，工作时间也长了，我们的钱也花出去了，一举两得，皆大欢喜。不过这就苦了牛马们，本来想靠节假日休息，现在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计划排得再满一点。白天去山上看人头，晚上去湖边看另外一群人头，几天下来比上班还累，再一次降低节后的工作效率。在本该休息的调休期工作，你会有超多理由让自己摸鱼，但问题是你越想摸鱼，效率越低，到头来工作也没做完，鱼也没摸到。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先保证效率，再留出足够的时间偷懒。这里分享几个小技巧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说不。大家都调休，都不想工作，难免会有同事为了偷懒把他们的工作甩给你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碍于面子答应，调休本来就挺考验忍耐力的，现在他们又来挑战你的下限，再次加重你的职业倦怠，而且这会打乱你的计划。不只是额外的工作需要时间成本，进行任务管理也需要时间成本，所以你就回一句爱谁干谁干。先保证工作在自己的掌控之内，其他方法才能发挥效用。其次，不要同时处理2-3项工作，因为大脑是没办法多任务并行的。我们以为的一心二用，其实大脑还是一个一个来，做会儿 A 再做会儿 B， 然后再回过头继续做 A， 本质上比做完了 A 再做 B 的效率更低。因为大脑在切换任务时会有认知残留继续占用我们的脑力资源，理论上每切换一次效率都会低一些。如果真要2个任务同时进行，你得保证其中一项不占用脑力资源，也就是你可以不用思考，仅靠潜意识就能自动化完成。就好比你一边开车一边听歌，听歌就不用费脑子，所以可以把跟听歌一样简单机械的任务穿插在其他工作中。最后，也不要逼自己长时间专注，因为即便我们在专心工作，我们的注意力还是时刻在扫描外界环境和内在念头。一旦察觉到比较重要或者感兴趣的信息，大脑就会从专注的 TPN 模式切换到平常的 DMN 模式。
人话表达就是走神，所以尽可能让自己工作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有点像番茄工作法。如果你担心中断后再次开启 TBN 模式会影响效率，可以不以时间为单位进行休息，而是以任务为单位，完成一项任务再休息。大的任务也可以先进行阶段性拆分，完成一个阶段再休息。以前我也喜欢在假期折磨自己，出行计划排得比工作都满，后来想想这哪是休息，分明是在工作和休息之间选择了特种兵拉练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休息，其实还是在高强度的消耗自己。想要深度休息身体和大脑，我们不妨试试下面几个方法。瑜伽睡眠既不是瑜伽，也不是睡眠，而是一种类似于冥想的深度放松技巧。印度一个研究团队在对一组受试者进行为期2周的瑜伽睡眠干预后发现，他们的睡眠质量、认知能力和记忆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它的操作很简单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全身放松，躺在沙发或者瑜伽垫上，怎么舒服怎么躺，然后伴随着缓慢的深呼吸，有意识地对身体各个部位进行扫描。刚开始如果没办法自主完成，我给大家找了一个指导声音，跟着引导来做，简单很多。每天只需要10到20分钟，而且很神奇的一点是，第一次做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效果，所以强烈建议宝子们试一下。心流是心理学家米哈里·希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你全情投入到某件事时的心理状态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够让我们以开挂的状态处理任务，在带来极高的幸福感的同时，能量的消耗却极低。这是因为心流状态下，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大部分活动会停止，只保留一小部分专注当下，就像是手机的低耗能模式。另外，在心流活动中，大脑会分泌多巴胺、内啡肽、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，放松身心的同时，也能带来愉悦感。生活中比较容易带来心流体验，又能放松身心的活动有下棋、绘画、跳舞、写作、打游戏、音乐创作等。宝子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项目试一下。为了更快速进入心流，要记得提前把手机静音，排除外界的干扰。高效休息法提到了一个案例，70多名医生在实践正念后，职业倦怠感的症状改善了25%，而且它不仅能恢复心理能量，还能改善大脑结构。2014年，有学者分析了21项神经影像学研究中300名正念练习者的大脑形态，结果发现他们的8个脑区都发生了变化，包括负责高级认知的额叶皮层，负责身体意识的感觉皮层，负责记忆的海马体等等。相比于瑜伽睡眠，正念更容易上手。你就找个舒服的地方坐着，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，坚持5到10分钟。刚开始可能容易走神，没关系，走神了就以呼吸为锚点，把思绪拉回来。练习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有明显的提升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。其实大家应该能发现，放假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休息，而是利用假期经济刺激消费。工作时比谁更卷已经无力吐槽了，放假了还被生活的急流裹挟着前进，没办法慢下来停下来，才是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，并不是为了多么高效的工作，而是在工作之余能有一点点时间和空间，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缓冲，聆听内心的声音。